大家好，我是勞倫斯。那今天呢，我們是邀請到了白龍來分享他的這台 CB400。大家好，我要白龍。好。我骑過的車種有 CB400、CB60、NT09， 還有凱旋765，還有 BMW 的 S1000R。对，这幾台車，反正就騎過很多車啦，但是最後還是覺得 CB400是最好的這樣。通勤代步，市區也會吹到斷腰。你要先幫我們介紹一下，就是你怎麼擁有這台車的嗎？這台車我最一開始是當初有朋友買車。之後當初我還沒有機車駕照那些的，之後還就騎出來，就說哦手癢，借來騎一下，然後就附近繞了一圈，之後就覺得這台車啊好棒，這個怠速跟那個震動都非常的綿密。你說你在還沒有機車駕照的時候，對，那時候還沒有考機車駕照，然後你就騎 CB400，對，然後騎 CB400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時候就是我那時候三檔要推到2檔的時候，不知道怎麼推，所以我直接放离合器，就滑了一下。好，那你說你買這台之前，你還有另外2台400，對不对？對，我那時候還買過2台400，一台是倒插的，然後一台是繳學費的。啊，你說你花了10幾萬哦？對，那時候繳學費大概100公里繳了10萬。對。他是買來的時候，他的車況不好。因為當初他賣我的時候，就是跟我說耗材換過啊。當初耗材換過的話，就大概这個價錢是合理的。然後直到我入手之後呢，開始發現一些根本沒有爭議的東西，然後前後這樣弄一弄，加起來差不多100公里10萬，差不多。像是哪些？有哪些是特別需要整理？整理的部分大概前避震器的有土風，還有油，之後前卡鉗整個都有問題，也都全部都換新的。對，之後他後面是願意是買回去了，那就是我會一點這樣子。對。就你說還有去找律師啊？那時候是跟律師諮詢了一下，也花了一點錢。對，所以差不多100公里10萬，前後加起來，加律師費就是買車之後他買回去我虧的部分，還有我落地就修的部分，然後加律師，差不多這3條加起來差不多10萬。所以就買車還是要小心啊。對，這台車水其實蠻深的。可是也是從那一次之後，就是你就越來越懂 CB400這台車。對，然後開始去研究這顆引擎，之後試了很多車，都還是覺得這顆引擎感受比較棒。我印象中這顆引擎是1974年那時候開始有這顆引擎，然後到現在2026年，這顆引擎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。因為前陣子大陸那邊發表它的後繼車款 CB500 SF， 對，所以以這顆引擎到現在已經50幾年了。對啊，最一開始那顆引擎其實比較陽春，但是蠻漂亮的。它是本田系列裡面第一個有類似管風琴的那種側出式的4根全部側出的排氣管。對，那個非常的漂亮，只是台灣應該是沒有。之後到後期1980幾年的時候開始有 NC31、NC36 跟 NC39。我目前的是 NC39的引擎。NC39 也分3個版本 ，V1、V2 跟 V3。對，之後當初 NC36 賣比較少，當初好像跟 NC31是同一時代的，只是後期是36賣不好，直接停掉，所以整個台灣 NC36 的車子也不多，但是一台最便宜也超過30幾萬。對，但是有錢也不見得他會願意賣你。那我問一下，像它不是有 V1、V2？ 对，那他們差在哪裡？他們差V1 最明顯的是它的前避震器結構不一樣。它就是聽說比較特別一點，好像是可調的，還是那個比較特別，因為很多
有些會特別去找那支避震器，但是因為那支避震器的料完全找不太到了，所以後面都是找 NC39後期的 V2 跟 V3 的，甚至有些裝噴射的。对，之後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倒叉，因為正叉我覺得車頭太晃了。對啊，其他部分的話都是一樣，除了 V2 的話，它的後剎車卡鉗是下置的，之後 V1 跟 V3 都是上置的，然後到噴射也是上置的。对，差不多是這樣，都長差不多。所以如果有想要買 CB400，或者有想要玩这台車 ，V1、V2、V3 都可以的。对，都可以。但是如果說有錢，但是懶得修或是懶得弄的話，就建議是買噴射，或是找元氣轉速買一台新一點的。哦，買噴射的。对，噴射是你買回來就是比較不是太需要花錢去修，除非說你買2手、2、3手的那一種。但我個人建議啦，你如果要很有心要買回來修整理的話，你倒不如直接買一台新車。可是我之前騎野狼嘛，可是大家都說化油比較耐用。对，化油真的是比较耐用，因為噴射好像是它的線路有點，如果出了問題的話会比較麻煩一點。對。但是你還是建議買噴射，就比較新的。對，比較新，你也不用花太多心力去整理，因為化油器其實很多上一任車主都把它弄得稀咧咧再拿出来賣。对，因为搞不好買新的這樣算一算，對，還比較划算，真的。比買舊的再起來整理還划算。對，真的，這是真的。你要分享一下你有就是改裝哪一些東西嗎？我第一個看過去就是那個排氣管，我超喜歡那個排氣管。排氣管是 TSR 的前段，之後是生血的尾段，原本都是生血的，只是生血的中段的部分，就是4轉1的那個位置，它會漏氣。它就是它的通病，就是會慢慢給你漏氣。之後我補了3、4次之後還是有漏氣的問題，所以我就乾脆直接換 TSR 的前段，因為 TSR 其實前段也蠻漂亮的。對啊，很漂亮。對，所以也比較快，就是直接換上去就好了。對。之後再來改了加大水箱，還有霧燈跟後避震器跟短排架，差不多是這些。我覺得比較實用的是霧燈，因為本田系列的車子其實都看不到。對，你只要太暗一點，或是西濱那種天色不好都看不到。對，基本上它身上的東西其實都算夠用。對，除非說你想要競技一點，或是想要它操控性好一點的話，那就是改它的懸吊，或者是腳踏後移、坐姿跟重心都不太一樣。对，那避震器你有改对不对？对，避震器有改國產的，因為進口的其實 Öhlins 的話，它大概是如果你長騎的話。2年多3年的話，其實也要保養啊。如果沒什麼在騎的話，1年多可能就要保養。保養週期比較短。對，有一次，我的第一台倒叉那台有改進退快排。然後那組進退快排之後，就是被丟到那個大群組上，然後一堆人去看。你說 CB400的大群組？對，CB400的大群組是紅色，你說銀？紅色那台。紅白，紅白的那個周年慶配色。對，之後那台也有改進退快排。然後其實效果還不錯，就是你可以要進彎前連退2檔，然後直接滑進去，對，很棒，感覺不一樣。為什麼要把那台賣掉？那台當初就想說花蠻多錢的，想說換一台新一點的 CB650好了，之後就想說它外觀還不錯，但是買過來之後，我就是買過來之後嘛，在熟悉的路段，1、2、3檔吹到斷頭，然後想說 what the fuck， 這什麼東西？之後我就快速的把它賣掉了。我大概騎了1600公里左右啊，總里程數好像才不到7000。我賣掉之後就買了一台 CB400，繳完學費之後再買這台。所以最一開始那台反而是比較沒問題。對，比較沒問題的。對，也好像也不太需要花錢。對，這樣想一想，其實那台車況還算 OK，就繞了一圈，然後又回來 CB400。對，所以它跟650的動力差很多。它比650快。如果是以原廠來說的話，你1、2、3檔，甚至到4檔吹到斷油，你會覺得650是 what the fuck， 是它到底在幹嘛？就是你一直感覺到低扭力，那個出去那個低扭力還不錯而已，但是後面的延伸性像擱淺，
但是大概5到6千轉之後，你會發現它上不去，就是快斷氣那種感覺，跟擱淺一樣。然後而且我想說 CV400輪上之後45匹，啊換一台輪上大概也有個60-70匹的，應該 OK 吧？對啊，之後騎起來，真的哦。很這樣讓我越來越想要體驗 CV400。對，可以註冊，它好像是那邊註冊好像當做是噴射的，但是噴射的爆發力好像就沒有比化油來的那麼猛。对，化油最大的通病就是有高山症，因為化油器。对啊，噴射的話就是可以上5里那種，就是穩穩的。這比較可惜的地方。但是跑上那些其實是夠用的。也有人改那個紅頭化油器，改紅頭化油器加那個非道路使用的電腦，那個就很可怕，輪上有大概接近65匹上下。对，所以如果就是假設如果有人對 CV400 有興趣，你會給他什麼建議？我會建議他說，你有錢的話買新車，沒有錢的話，就建議是價錢買越低是越好啊，因為你買回來其實你還要準備個大概。車況好一點的話，大概準備個3-5萬，其實就 OK 了。但是如果說車況其實很糟，或是外觀還行，但是裡面其實爛的差不多的話，其實都最少1本以上，接近2本。對，我印象中光是引擎整個重組就超過20萬了，聽說了。對，或是上半部的話，大概是6萬上下，我知道的價錢是這樣。因為年份比較久，可能他轉了好幾手，你也沒辦法確定它的。對，所以它的磨損跟上一任車主搞了一些什麼，你会不知道。对。其實這台後面這些有加高的情況下，它的坐姿，你知道我再加上說改平把，所以它的坐姿比較像是改完平把的 AT09，只是動力跟那個就不一樣，就是單純的坐姿感覺比較接近 AT09的感覺。对，所以應該是還蠻舒服。還不錯，但是偏戰鬥一點，因為畢竟它是平把。對，而且重心因為後面加高了3公分，所以重心怎麼往前移？對。我未來是打算改倒叉，所以說往前移，所以是沒關係。因為倒叉之後我還改分離把，因為那個改完分離把，你那個進彎的那個會很棒。因為我第一台倒叉那台 CV400 其實有幹一件很危險的事情，就是我有一次在七里的進彎的某一個點，我在想說，這個全可調的避震器應該不錯，而且還是倒叉的，蠻穩定的，而且調很久，然後 OK 嘛。之後進彎前，我把手放掉，都這樣躺進去，OK 好，再繼續騎。对，因為我就想說，應該是倒叉，應該是我可以相信他，感覺應該不錯，所以我就把手放開，然後直接這樣進彎，說 OK 好，不錯，其實蠻危險。OK， 謝謝。太緊張，我蠻緊張了。很緊張，我這個都可以剪接。那畫面可以嗎？你也有騎你的車，就歡迎你來填我的 Rider Talk 表單，然後我們可以一起拍一個像這樣子的訪談節目，讓更多人知道你的車子。好。